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慧宇强势文化频道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一起穿透人性，掌握财富密码，解读情感真相，颠覆你的认知边界，与您一同成长。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每天的新视频。东西越难得到，男人就越珍惜，这种说法在情感领域很流行，尤其在女性情感话题里，很多人都信奉这个理论。意思是说，女人如果轻易被男人得到，就不被珍惜；反之，女人如果保持神秘感，让男人觉得追求难度大，才会让男人在得到后倍加珍惜。这个理论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，真相可能让你觉得扎心。而且有钱男人和底层男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。很多年轻女性，特别是那些容易受到不良文化影响的，可能会觉得这种难追的策略很聪明，以为能借此掌控感情，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，被一些不负责任的男人利用。等到年纪稍长，经历多了，才发现自己错过了真正值得珍惜的人，青春也被消耗殆尽。真正聪明的女人应该擦亮眼睛，针对不同类型的男人采取不同的策略，不要对所有男人都用同一套方法，否则结果可能并不理想。下面我就来具体分析一下，针对有钱男人和底层男人，女人在可得性方面应该如何把握，才能让自己在感情中占据有利位置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。一、有钱男人。有钱男人通常都很清楚一个道理，就是女人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珍惜的。不管你是容易追到手，还是费尽周折才得到，也不管你是主动示好，还是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，在他们看来，本质上都差不多。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你是有钱的女人，你也会发现，男人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值得珍惜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女人，当你觉得自己有机会和一个条件优秀的男人发展关系，并且希望能长期稳定地和他在一起，或者至少能短期内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，请原谅我说话比较直接，那么最好的策略是主动一点。这里的主动不是指死缠烂打，或者主动献殷勤，而是指在交往过程中态度自然一点。如果感觉相处愉快，就可以适时的推进关系；如果感觉不对，就及时止损。总而言之，不要故意设置障碍，也不要玩弄欲擒故纵这种低级手段。因为真正优秀的男人通常都把重心放在事业上，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跟你玩猜谜游戏，也不会花大量时间去追求女人，或者刻意讨好。一旦在感情方面遇到阻碍，他们很可能会直接放弃，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选择，没必要在你这里浪费时间。当然，我这里说的主动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主动，而是说，在交往过程中，保持一种自然的、坦诚的态度，感觉对了就进一步发展，感觉不对就及时停止。关键是不要人为的制造障碍，也不要使用欲擒故纵这种老套的把戏。其实，只要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明白，当男人在经济方面不再有压力，拥有了足够的物质资源之后，他们就能更加轻松地和女人谈感情、谈感受、谈人生理想了。而且有钱的男人往往会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给予女人支持，帮助女人提升自我，实现价值。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喜欢和有钱男人谈感情，而和穷男人谈钱的原因。因为和穷男人谈感情，往往是既浪费时间，又得不到实际的好处。相反，有些女人明明自身条件一般，经济能力也有限，却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
把自己当成公主、女王一样对待，结果就是真正优秀的男人都被吓跑了，剩下的要么是条件差的舔狗，要么就是心怀不轨的杀猪盘。这些人只会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，甚至让你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遭受损失。如果你经常刷社交软件，就会发现很多女性在个人简介里充满了盲目的自信，对另一半的要求也高得离谱，但实际上她们可能早已被一些不靠谱的男人消耗了青春，甚至未来还可能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。2. 底层男人。如果你接触不到有钱男人，只能和底层男人打交道，那么不管你让对方轻易得到你，还是费尽周折才能得到你，结果可能都不会太好。如果你轻易让对方得到你，对方很可能会觉得你很廉价，觉得不占白不占。很多底层男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比较深，在婚姻问题上往往比较计较，能少花1分钱就少花1分钱。如果能让女人未婚先孕，他们可能连彩礼都不想给。注意，我这里并不是赞同彩礼这种习俗，而是想说明，在很多底层家庭，婚姻的本质其实更像是一场交易，男方出钱，彩礼、房子、车子，买的是女方的声誉价值和性价值。10几万、20几万的彩礼往往会被女方父母拿走，因为他们确实需要这笔钱来养老，他们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，将来女儿要嫁到男方家，伺候公婆，还要生孩子，所以他们会觉得索要高额彩礼是理所当然的。在这种婚姻交易中，往往没有真正的赢家，女方父母可能会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才卖了20万，觉得亏了，所以婚后可能会对男方和男方父母态度不好。男方父母可能会觉得掏空家底才娶了这么个祖宗回来，整天做天做地，还没给自己家生个儿子，觉得更亏了。在这种背景下结合的年轻夫妻，感情很难好。所以说，面对底层男人，你让他轻易得到你，结果不好；你让他费尽周折才能得到你，结果也好不到哪去。我的建议是，尽量远离那些观念落后的地方，努力提升自己，去寻找和自己价值观相近、能够平等相待的男人。在底层婚姻中，最大的难题往往不是彩礼多少，而是双方家庭的观念。如果男方能遇到开明的岳父岳母，女方能遇到通情达理的公公婆婆，婚后双方家庭能够和睦相处，那么彩礼多一点少一点，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。但是，在底层社会，这种理想的情况往往很难出现。就拿我从小长大的村子来说，绝大多数村民的观念都非常落后，甚至可以说是野蛮。我说的野蛮不是指肢体暴力，而是指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和狭隘。他们对于沟通、幸福、人性化、同理心这些美好的品质几乎没有任何认知。我并不是想指责他们，我知道他们之所以会这样，是长期物质匮乏和精神贫瘠造成的。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远离那种环境，因为和他们沟通几乎没有任何意义，只能等待时间和社会的进步来慢慢改变他们。如果你也是从底层走出来的女孩，并且认同我说的这些观点，那么你一定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。你在选择伴侣时，一定要优先考虑那些和你一样觉醒的男性。如果真的遇到了，就不要人为设置太多障碍了，好好把握住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比较敏感，但也非常现实的话题：女人应不应该把自己的性价值当作一种资源，去和男人交换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？我的答案是，
如果你交往的对象是上层社会的男人，那么你的性价值在他们眼里真的不算什么，因为他们并不缺性资源。但是，如果你交往的对象是底层男人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底层男人普遍缺乏性资源，他们非常愿意为了性付出高昂的代价。很多男人之所以愿意掏空家底娶一个女人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。所以，我建议大家尽量提升自己，努力向上走，去接触更高层次的伴侣。你会发现，在越高的阶层，性就越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。如果你对有钱男人说，我的性技巧很好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加分项，就像我的厨艺很好一样，但不会是决定性因素。真正能吸引他们的是你的家庭背景、智商、学历、同理心、理解能力、眼界格局、理财能力、沟通技巧等等这些内在的更深层次的品质。希望以上分析对您有所启发。在感情的世界里，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，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。男人是否珍惜你取决于很多因素，包括男人的自身条件、价值观，以及你和他的相处模式等等。简单的认为越难得到的东西，男人就越珍惜，是一种过于片面和理想化的看法。对于有钱男人来说，他们更看重的是女人的内在价值和长期价值，而不是短暂的征服感和新鲜感。他们希望找到的是能够和自己并肩前行、共同进步的伴侣，而不是需要自己费尽心思去追求和取悦的对象。对于底层男人来说，他们可能会更加看重女人的可得性，但这往往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和占有欲，而不是真正的珍惜和尊重。所以，作为女人，最重要的是认清自己，了解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学会识别不同类型的男人，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，才能在感情中掌握主动权，获得幸福。最后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认同这期视频中关于有钱男人和底层男人的分析吗？你觉得女人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价值，才能在感情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幸福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